欧盟为什么举债也要给乌克兰送去救命钱？这背后到底打的什么算盘？12月19号，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上，欧盟一帮子领导人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后，终于决定同意给乌克兰提供一笔高达900亿欧元的无息贷款。但这笔钱要从哪儿来？为什么选在年底这个节骨眼上给？又为什么是贷款而不是直接无偿给？一向27国27条性的欧盟又在耍什么花招？相信观众老爷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但其实一开始欧洲大佬打的算盘是想把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全吃了，给乌克兰送去回血，总计大约2100亿欧元。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专门说了，这事要是敲定不下来，27国谁也甭想走，别管你是总统还是总理，总之一副信誓旦旦咬牙切齿真要吞掉毛子资产的样子。结果呢，比利时带头跳出来反对，因为2100亿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 85% 都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比利时要是点头了，那毛子能放过他？不行，要跳伞一块跳。欧盟甭想躲后边。欧盟刺头匈牙利也站出来坚决反对，直言这是死胡同，给钱就等于开战。另外，像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几个国家也不愿意。总之，一帮人一连吵了16个小时，开会开到天昏地暗，最后愣是没敢动俄罗斯的冻结资产，而是选择了自己去资本市场借债，哪怕背着一身债也要给基辅输血。冯德莱恩放的那波狠话，终究还是打了自己的脸。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欧盟是真的打算自掏腰包救乌克兰一口气吗？今天咱们就这笔无息贷款的事来深入聊聊欧盟现状，聊聊乌克兰。要看懂这笔900亿欧元的贷款，咱们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现在的乌克兰经济上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说的直白点，如果拔掉西方的输血管，乌克兰的财政可能连1个月都撑不下去。从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这4年里乌克兰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被打残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估算，仅仅是为了让国家机器不瘫痪，乌克兰在2026年和2027年就需要至少1370亿欧元，这还只是维持基本的政府运转、发军饷、修电网的钱，根本谈不上什么战后重建。泽连斯基自己都承认，重建至少得要6000亿欧元。现在的基辅政府处境非常尴尬，之前这几年美国和欧盟轮流上阵，一笔接一笔的往乌克兰身上砸钱，但到了今年情况变了。美国那边先是援乌法案在国会卡得死去活来，华盛顿的政客们现在更关心自己的选票和国内的通胀，对于那个远在东欧的耗材耐心已经快磨光了。而最近美国更是毫不掩饰的要从中抽身，甚至把这种想法写进了刚刚签署的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里。在这次峰会之前，泽连斯基亲自跑到布鲁塞尔去哭穷。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续费，不仅仗打不下去，国内的养老金、公务员工资一停，社会秩序马上就会崩盘。对于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来说，财政破产就等于前线崩溃。这时候压力全给到了欧洲这边，美国可以拍拍屁股说我不玩了，但欧洲不行啊，乌克兰就在家门口，一旦崩了，什么难民潮、安全威胁全是欧洲自己扛。那么欧洲现在的日子好过吗？这几年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能源价格飙升，制造业成本居高不下。德国这个欧洲火车头，现在的日子是王小儿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上台没几个月的德国总理默茨，虽然嘴上硬，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德国财政也经不起无限期的折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欧洲各国再从财政里掏出几百亿欧元白送给乌克兰，那是真掏不出来了。各国的纳税人也不是傻子，凭什么我要忍受高物价、高通胀，还要拿钱去填那个无底洞？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就是个明白人，他早就说了，给钱就等于参战。他不希望欧盟为了乌克兰把自己也拖进战争的泥潭，更不想让匈牙利的老百姓为这场代理人战争买单。所以现在欧盟面临着一个死局，不给钱，乌克兰马上崩。前期几千亿的投入全部打水漂，俄罗斯推到家门口，给钱财政受不了，老百姓也不会再愿意。这时候布鲁塞尔的精英们就把目光投向了那块肥肉，被冻结在欧洲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这笔钱有多少呢？大约2100亿欧元。欧盟的算盘打得很响，既然我们要制裁俄罗斯，那俄罗斯的钱就是不义之财。虽然我们现在不敢直接没收本金，但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做抵押，或者用这笔钱产生的利息来给乌克兰发贷款。早在2024年，他们就搞过类似的动作，比如用资产产生的暴利来买武器，但这次他们胃口更大了，想动用更大的杠杆。这次峰会最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个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激进方案，最后被否决了。本来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大佬是倾向于这招的，毕竟不用自己掏腰包就能解决问题，何乐而不为？但关键时刻，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福站出来踩了刹车。大家可能不知道，比利时虽然国家不大，但在全球金融版图中地位极高，就是因为有这个欧洲清算银行，它是全球最大的证券清算系统之一，掌管着几十万亿欧元的资产。如果欧盟开了这个先例，直接拿客户的冻结资产去抵押贷款，甚至去给别人用，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的金融系统不再中立，不再安全，不再讲规则。
比利时首相已经说得很直白了，这是一个法律风险极大的方案。他警告说，这里面有太多的死结，一旦拉扯起来，整个系统都会崩塌。试想一下，如果今天你可以为了政治目的动俄罗斯的钱，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动沙特的钱？后天是不是可以动别国的钱？一旦全球的资本觉得放在欧洲不安全了，资本外逃的潮水能把欧洲经济淹没。而且俄罗斯央行也不是吃素的，就在峰会前的那个周五，俄罗斯央行直接对欧洲精算银行发起了诉讼。俄罗斯的态度很明确，你敢动我的本金，我就告到你破产，甚至在俄罗斯境内没收你们西方企业的资产作为报复。比利时一看，这锅太大了，我背不动。如果因为这事儿搞垮了欧洲清算银行，比利时的国家信用就破产了，布鲁塞尔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就完了。所以哪怕其他大国施压，比利时也死活不松口。德国总理默茨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一看比利时这态度，知道硬来不行，于是欧盟搞了一个折中方案，欧盟自己去资本市场借债。咱们注意看这个操作，欧盟以自己的名义发行债券，借来900亿欧元，然后转手贷给乌克兰。这笔贷款对乌克兰来说是无息的，利息全由欧盟自己掏腰包。那这笔本金以后谁还呢？欧盟的说法是，这笔钱以后要俄罗斯赔。默茨在声明里说的那是相当有水平，他说，如果不赔偿，我们将完全按照国际法动用俄罗斯的冻结资产来还贷，这招叫见花谢佛，秋后算账。现在我先不抢你的钱，但我把账记在你头上，等仗打完了，你要是不赔款，我就名正言顺的拿你冻结的资产来抵债。这其实是一种把抢劫合法化、延期化的手段，既解决了乌克兰现在的急用钱，又暂时保住了欧洲金融系统的面子，还给未来留了个后门。这次泽连斯基人到布鲁塞尔后，姿态也做足了，推特上感谢强大的支持，嘴上说这笔钱能增强乌克兰的韧性，可他心里也清楚，这场戏里自己只是被通知结果的那一个，生死大事早就由欧洲那几个人说了算。他原本指望着欧盟能直接把那2100亿欧元都给他，哪怕是拿来做担保也好，但现实是他只能拿到这900亿的贷款，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给的，是要分批次带条件的给。西方通过这笔钱实际上完成了对乌克兰国家主权的深度债转股，乌克兰未来的能源、土地、基础设施，甚至战后的政策走向都将用来偿还这笔哪怕是无息的巨额债务。泽连斯基说这是财政安全保障，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签了一张长期的卖身契。这笔900亿欧元的贷款协议达成，不仅仅是个钱的事儿，它背后释放的信号以及对未来几年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首先，这笔钱是给2026年到2027年用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欧盟的战略判断里，这场俄乌冲突至少还要再打2年。西方没有打算现在就停火，更没有打算让乌克兰投降。他们通过这笔钱给乌克兰续上了呼吸机，目的就是要把俄罗斯拖在战争的泥潭里，继续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对于普京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西方不会轻易松手。俄罗斯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普京也在年终讲话里信心满满的说，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但想要彻底让乌克兰认清现实，短期内恐怕还是很难，因为后面有西方的输血管在撑着，这也就注定了未来的2年，东欧这块土地很可能还得继续流血，还得继续烂下去。这对于身处战火中的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个悲剧。其次是金融方面，虽然这次欧盟没敢直接没收俄罗斯资产，但他们把这些资产长期冻结，并作为未来偿债来源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打破了2战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默契。以前大家觉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央行储备是国家信用的基石，但现在欧盟告诉你，只要咱们是敌对关系，你的钱我就能扣着，虽然我现在不花，但我可以留着以后抵你的债。这对全球南方的国家，尤其是那些跟西方关系微妙的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警示。沙特、巴西、印度，甚至是中国，都会重新审视自己持有的欧元和美元资产的安全性。既然你能对俄罗斯这么干，将来要是翻脸了，是不是也能对我这么干？这种不信任感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元化和去欧元化进程，大家会更倾向于把黄金运回家，或者用本币结算，或者寻找西方体系之外的避风港。这笔贷款看似救了乌克兰的急，实则是在挖西方金融霸权的根。最后，我们来看欧洲内部。这次峰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过程中的分歧暴露了欧洲内部的裂痕。像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坚决反对的。最后之所以能通过，是因为欧盟搞了个豁免权，你们不反对，但这笔钱产生的债务风险你们不用担，也不用你们出钱。这叫什么？这叫花钱买团结。欧盟现在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对内部的反对派进行各种利益输送和政策妥协。这种团结是脆弱的，是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一旦未来欧洲经济进一步恶化，或者这笔贷款真的成了烂账，那这笔债务最后谁来背？大概率还是德国、法国这些大户。到时候欧洲内部的矛盾会更加激化。那么这事对咱们有哪些影响和警示呢？第一，俄乌战争继续打，俄罗斯对西方的依赖彻底断绝，进一步向东看，中俄之间的经济联系、能源合作、战略协作只会越来越紧密。第二，西方这种动不动就拿金融资产做武器的做法，提醒我们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快建立独立于 SWIFT 之外的支付体系。
咱们的海外资产安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三，这笔900亿欧元的贷款说明西方为了遏制对手是愿意下血本的。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我们不能低估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干涉的心思和手段。他们既然愿意为了乌克兰掏空家底，那为了遏制我们的崛起，他们只会更加疯狂。我们必须做好更充足的准备，无论是经济上的内循环，还是军事上的杀手锏。1919年，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里警告过，如果对战败国进行掠夺式的赔款索求，只会种下仇恨的种子，导致下一次更惨烈的战争。一晃100多年过去了，欧洲的政客们似乎并没有长进。这笔900亿欧元的无息贷款表面上是给乌克兰的救命钱，实际上是把乌克兰这个国家进一步变成了一个用来消耗俄罗斯的耗材，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的金融殖民地。而为了这所谓的政治正确，欧盟不惜透支自己的金融信誉，不惜让纳税人背上沉重的债务，不惜让欧洲大陆继续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这场大戏看似是金融援助，实则是地缘政治的残酷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俄罗斯的资产变成了西方政客手中的筹码，乌克兰人民的鲜血变成了财务报表上冰冷的数字，而欧洲的未来正被这群缺乏远见的领导人一步步推向不可预测的深渊。这笔贷款救不了乌克兰的命，也救不了西方的衰落，它只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分裂，更加动荡。而我们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更要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尊严最终还是得靠实力撑着，安全感也只能靠自己的拳头来守，唯有自强方能自安。如今的德国军队有多抽象，就这么说吧，如果小胡子活过来，看到今天的德军，能被气得当场再死一回。早在2011年，德军就曾爆出一则离谱大瓜。当时一艘名为 Gertrude 的海军训练舰上，有一名新兵在做撑帆训练时不慎跌落受伤，随后其他新兵组团抗命，拒绝完成该项训练。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教官表示这是违抗军令，按律应当重罚。结果这群新兵不服气，直接跟教官爆了。德军在保密工作上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抽象。2024年，俄罗斯媒体曾爆出了一段德军内部的录音，录音中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正在讨论金牛座巡航导弹是否能够在技术上摧毁克里米亚大桥。除此以外，还包含了不少机密信息，一时间世界各国都震惊了。俄罗斯是怎么搞到德军内部录音的？而随后爆出的消息更是让众人目瞪口呆。原来德军自己把这段录音传到了网站上，然后出于安全考虑给他加了个密码是1234。是的，你没看错，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1234。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2018年，德国国防部向联邦议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德军可用战机不到总数的1/3，128架台风战斗机只有39架能正常升空。德军戏称其为问题儿童。比台风更抽象的是虎式武装直升机。2018年8月，由于主旋翼部件存在材料缺陷，国防军下令暂停所有53架虎式武装直升机的所有飞行和训练活动。统计表明，该机型平均每年只有 11.6 架能正常执行任务，且使用时间只有4个月，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维护和修理状态。此外，空军还有一半运输机无法使用，30%飞行员训练不足。海军那边也是捷报频传。2017年10月，德国海军最新的 212A 型潜艇在挪威海岸的一次潜水演习中触礁受损，至此德国海军所有潜艇全都进了维修船坞，无任何一艘可以出勤。很难想象70多年前，德国海军还是一支以潜艇著称的军队，而被国防部寄予厚望的 F125 型护卫舰原本2016年就该交付海军了，却因设计失误及数据链传输及雷达信息反馈方面的严重问题，被多次退回返工，而其总造价已经超过了30亿欧元。既然海军和空军都这么抽象，那作为闪电战继承者的陆军自然也不能落后。重达43吨的美洲豹装甲车曾是德国人心中世界上防护性能最好的装甲车。然而德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交付给陆军的71辆美洲豹中，只有27辆做好了战斗准备。而被视为德国军工荣耀的豹2主战坦克平均完好率只有 46%， 也就是说偌大一个德国能拿得出手的豹2只有不到100辆。2020年9月，德国国防部在面对议会的质询时又承认，因生产能力有限，国防军 18.3 万名军人中只有不到16万人领取到一双重型作战靴， 2.1 万人领到一双轻型作战靴。而且士兵们还抱怨新战靴质量极差，经常发生鞋底脱落、断裂等尴尬事件。一些人被逼无奈，只好自行上网采购作战靴，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义乌厂家赚到。而缺少装备的直接后果就是德军士兵开始明目张胆的摆烂。2016年9月，德军第10师装甲师参加北约演习时，一名士兵发现装甲车上没有武器，就拿一根扫帚涂成黑色插在装甲车上，模拟 12.7 毫米重机枪，还被媒体抓拍了个正着。随后有内部人士透露，德军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之前他们还曾把扫帚涂成绿色，甚至有时候紧张发作，连扫把头都忘记去掉就带上战场了。不知道的人看到了还以为德军特别爱干净，一上场就要打扫战场呢。而2017年，德国陆军更是上演了一出搞笑默剧。当时有43名候补军官参加了一个 2.5 公里的轻装徒步行军，注意是没有任何负重的轻装行军。也不知道这群人到底遇上了什么，是不是元首被气活了，从棺材里爬出来扇了他们一顿。总之，如今的德军已经完全不是80年前那个骁勇善战、军令如山的德军了，他们更像一群打卡上班的躺平族，整天除了吃喝嫖赌就是摆烂装死。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整个欧洲都这样，天塌下来有北约扛着。但俄乌一开打，德国人立马有了紧张感。自2022年开始，德国政府不断加大征兵广告投入，然而德国的年轻人依然很无感，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不愿意为资本家送死。这俄罗斯要是真打过来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要么润要么投呗，反正都输了2次世界大战了，也不差这一回。中国军队或许可以在装备实力上碾压越南，但有一件事永远也无法追上越南。前阵子中越陆军进行了携手同行2025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国军迷还在关注装备和配合的时候，越南军却来了一波低调的实力展示。在越南媒体公布的照片中，5名军官毫不遮掩地露出了手上的名牌手表，然后有网友扒出这些表的价值比越军一整套行头还高。你以为他是来练兵，实则是来炫富的。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越南军队第一次公开炫富了。早在2020年，越军赴俄罗斯考察期间，媒体就曾拍到一名女军官手提 LV 包包站在人群中的画面。后来查出这个包的价值相当于越军普通士兵10几年的薪水。按理说，一般国家军队出现这种画面，接下来就应该是反腐部门强力介入，就算录不下来几个军官，至少也得表明个态度。但越军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军爷的钱都是合法赚来的，既然是合法的，那为啥不能炫呢？作为全球最会经商的军队，越军到底多有钱呢？2015年，越南国防部曾公布过一项数据，军方控制的所有产业年收入共计292万亿越南盾，约合137亿美元，与2013年的指标相比增长 18%。137亿美元是个啥概念呢？2014年，越南总 GDP 为2335亿美元，137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5.9%。按同比例换算到中国的话，这个营收相当于40多个中石化或者150多个华为。越军最大的资产是粤特尔电信公司，它占据了越南电信市场 40% 的份额，税前利润超过 25%。该公司2014年收入高达 196.7 万亿越南盾，占军队所有商业资产总收入的2/3。而考虑到电信行业的特性，几乎可以说它是一棵永远也不会枯萎的摇钱树。除此之外，越南还拥有西贡新港公司、龙螺工程建投控股公司、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司等越南主要地产公司，与之相配套的建材、装修等行业也基本都被越军的各种亲属把控着。最离谱的是越军甚至还有自己的银行，其全称是越南军队股份商业银行。早在2019年，其总资产量就达到了 3974.4 万亿越南盾，约合1500多亿美元。虽然这个体量在越南银行只能排到第3名或第4名，但该银行自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是越南缴纳收入税最高的单位。它同时说明了2件事：一是越南军队是真有钱，二是越军的商业体系已经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深度绑定了，很难说是国家在养它，还是它在养国家。为啥越南军队经商会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呢？说来其实还和我们有点关系。1979年到1989年这近10年间，越南经历了一场非常悲催的战争，从打下南宁过春节，到苏联爸爸快救我，再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越南军队被其政府的愚蠢决策拖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之中。其实严格来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越南当做一个要全力绞杀的对手，所以战争中后期一直是以一种练兵的姿态在应对，但这反而让越南感到压力山大。为了应对想象中随时可能到来的一波平推，越南不得不把军队规模常年维持在100万人级别。经常打仗的朋友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一个后勤，别说保障100万人的吃喝供命了，就算只有10万人能养得起的国家也没几个。开战早期，越军主要靠苏联包养，当时苏联不仅送了越南大量物资和粮食，还给了越南几十亿美元利息贷款。但是打到1982年，苏联眼看着越军获胜的希望已经无限趋近于零，就把许多援助给停了。当时还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李隼向苏勋宗勃列日涅夫求援，勃列日涅夫回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物品了，请自己勒紧裤腰带吧。李隼答道：那就先给我一根裤腰带吧。可见当时的越军穷到了什么地步。而到了80年代中期，越军也逐渐反应过来，老中没想真弄死他们，因此军队的高层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应付战争成了表面工作，贩毒经商逐渐成为主业。1990年两山战役后，中越边境基本停战，随后发生了2个很搞笑的事情：一是越南政府立即宣布全面禁毒，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逼迫越南还债。
这两件事导致越军的收入急剧下滑，而政府为了减少军费开支，促进基础建设，又进一步放开了对军队经商的限制。于是90年代，越军开始明目张胆的持枪经商，其商业版图也迅速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来以后，以惊人的魄力和手段禁止了中国军队经商，这引起了越南政府的注意。作为一个爱抄作业的好学生，越南政府开始讨论是否应当限制军队经商。2004年，越南国会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代表赞成军队经商，认为这是客观需求。毕竟除了军队以外，基本没有企业会去偏远乡村搞基建和扶贫，一些民用设备的生产也需要军队工厂的支援。然而也有不少代表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因为军队经商的弊端实在太过明显，垄断、腐败、囤积居奇、漠视法规，几乎你能想到的一切经济犯罪，对军队来说都只是稀松平常的经营手段而已，而这还没有考虑过多参与经济活动对军队战力的影响。2007年，越共首次明确提出禁止军队经商，要求军队逐渐将资产剥离，交给政府管理。然而军队内部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岂是一句话说禁就能禁的。2012年，越共中央第一次禁止军队经商的努力宣告失败，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甚至亲自跑到军队里表彰了上百名优秀经商代表。2017年，越共第二次向军队经商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学乖了，没有直接下令禁止，而是宣布要逐步停止。随后，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黎瞻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支持越共中央决定，未来将把精力集中到保卫国家上面，不再进行商业活动。然而事实证明，这句话只是哄小孩子而已。2017年之后，明面上属于越军的公司确实少了很多，但其主要经济来源如电信公司、银行、地产等部门，营业收入那是一年比一年高。与此同时，越南政府看着北边邻居的反腐行动搞得风生水起，也要学样搞起全党大反腐，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自破对军队经商的顽疾，然而收效甚微。2018年，越南国防部副部长更是亲口承认，军队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把这当成一回事，许多军官甚至表示他的单位不存在腐败，公然与反腐工作组对抗。所以如果你要问越南什么时候才能全面禁止军队经商，答案很可能是永远也不可能。但话说回来，这对于越南也不全是坏事，因为军队经商除了大搞垄断、破坏市场、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外资信息这些小问题以外，还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比如政府要发展电商产业，越军就成立电商部门；政府要搞新能源，越军就为相关企业提供各种支持。至少和国际资比起来，越军在这方面要听话得多。此外，由于越军的利益已经和越南经济发展深度绑定，所以他们也不会坐视外资把本国产业搞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相当于给越南民生上了一道保险，从而兜住了这个国家的下限，让它不至于像拉美国家那样动不动就被西方资本家割得连底裤都不剩。综上所述，越南军队经商是完全符合其历史脉络和国家特性的一种选择，属于好中带着一点坏，坏中又掺杂着一些好的微妙格局。如果未来越南政府真能做到剥离大部分产业，并在军队内部严厉反腐，这也许会成为越南经济增长的动机。当然了，以上两条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如登天，毕竟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抄作业解决的。